挖金矿的时候呢，要偷偷带出来。你知道他们金矿塞在哪里吗？万一有贵宾来的时候，顺便去彰显说我很有钱这样。你绕境的时候，他算到那个轿子的宽度刚刚好，然后第一代的鸟居散落在下面，然后他重新弄了第二代。我们又做第二次的旅游哈，那这一次带之前的好朋友们，我们就参加水晶球的第二段。就在这里，观音岛。我们上次走出来，就是到前面去搭公车回去了，从这边回去。好，上次还记得吗？福山宫庙中庙有没有？有。还记得了哈。然后今天我们就走这一边，一直到这里。本来带你们走那个黄金瀑布跟水南洞遗址，但是我们看状况，它会下雨。对，好像有点多。对，它最多是走到这个报石山那边。那边很漂亮。好哦，你也去过的啊。那你可以在山脚下帮我们。好吧，那我们就慢慢走哈。这边好了，好不好？那个人行道左边这一边。我就等。我今天呢又带了一群我的好朋友们再次来走九份跟金瓜石。那这一群朋友呢，之前呢就是跟我们从瑞芳山脚下，然后走到九份。那我们今天呢共同在挑战第二次任务，再从九份呢走到金瓜石，看有没有机会呢就直接就往下走，走到黄金瀑布或水南洞。Alan 他上次我们在走那个溜浪有没有？溜浪他讲说，为什么这边有酒家还记得吗？九份那个时候会发现金矿的原因是因为流民船时期，清朝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在建铁路，然后铁路拉到瑞芳前面，然后大家在铁桥下面，工人在洗他们的工具。对，哦，我也好想要。然后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就是金矿。新闻说他们在那个。对不起，继续。发现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说，清朝到后面呢是什么？甲午战争，日本来的时候，他就献了一道命令，只有日本人才能开采矿业，其他台湾人不行。所以那个是瞬间很多台湾的这种天堂掉入地狱的。真的，对。很可怜哦，因为后来他们在招揽工人挖金矿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很不公平的待遇的这种合约啦。有一部电影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言的山丘》，那一部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没有钱的来当长工，然后他们挖金矿的时候呢，要偷偷带出来。你知道他们金矿塞在哪里吗？肛门。塞在肛门带出来。讲到说日据时代之后呢，就有下一道命令，矿就不能让我们台湾人采，只有日本人才能采。所以这边进去你会看到大部分好像就是公家机关啊、行政区域啊什么都没有一些民宅，就学校这样。那一般来这边上工的人呢，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这边就是金瓜石，照理说金瓜石老街是这里金瓜社区啊。以前这边也很热闹，但是后来九份比它更热闹，所以到后来就很多人就是搬到九份老街那边去做生意。到下面去逛一下就比较没有什么值得去看的但是往下走个旗塘老街很漂亮，我们会去那边走。所以待会我们进去逛，这边有2种逛法，一种是纯逛外观，不进去就不用买票。那买票的话呢，是可以让我们进去里面的每一个场馆里面去看，所以我就在外面帮大家做导览就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走进去。好，走。这个其实它只是一般的台汽客运而已，但是早期台汽客运大家有没有印象？小时候里面有车长小姐，我们要买月票嘛，要检票这样，现在就放一台，就是给我们参观一下。有吗？你有买到月票吗？慢慢带大家来看一下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日本派了一些株式会社的什么科长啦，还是什么股长类人，给他们宿舍。这个是当时他们的矿场管理阶层的一个宿舍。那你看越高阶的，它离办公的地方场域越近，而且就是这么大的漂亮的独栋独屋给他。
这个就是辖秀长的宿舍。他们可能要开会，晚上要喝酒，要聊天会比较快。当然是员工越低阶的，他的宿舍的空间就会越窄。这个就是辖秀长的宿舍。以前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太平轮》，他讲的就是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的时候，其中有2艘那个游轮，然后沉没在其中的1艘。那当然里面有金城武的角色扮演。那为什么会在这边放呢？这边就是一个它的场景了。这一条就是它的场景。那如果有拍照的话，你们这样慢慢缓缓的走上来会很漂亮，尤其是下过雨的时候。然后呢，走这一条台阶会发现它的阶坎很窄，就是不会那么高，因为他考虑到当初这边的女生是穿和服，和服绑得紧紧的嘛，然后脚不会抬很高，所以他们设计的时候那个坎不会很高，还蛮漂亮。如果在这边有拍照的话，那边也是一个网红的景点，就是沿路的台阶下去这样，然后你靠着它的墙壁来拍，很漂亮，蛮漂亮的。这个简单让你们知道一下。里面有一则小故事太子宾馆建设跟日据时代来台湾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刚好碰到2次世界大战。那2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材料，在当时非常贵，那个叫做水泥。所以那个时候的水泥很贵，超贵。太子宾馆建设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小的那种小推杆的那个场地。场地呢，一般我们以为都是草皮，对不对？不是，它就是用水泥。他是用水泥去做那个推杆场，那个小的那个球道啊什么的，万一有贵宾来的时候，顺便去彰显说我很有钱，这样是这个意思。如果以后有机会，他在修了，有机会你们买票进来逛的话，应该可以带到里面去看到那个很小的他们自己的那个推杆场，就是他们那个皇太子自己玩的东西，对。跟各位讲一下那个炼金楼金瓜石以前真的是金啊，它的金是所谓的鹿头，就是看到那个石头扒下来它就有金了，所以最早金矿是这样。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就变成大量开采，那大量开采的时候呢，速度要快嘛，而且又是沿着那个山壁这样挖就好了，所以呢，以前的金瓜石那个瓜就因为爆炸把它炸掉，所以呢凹掉一半，所以以前的金瓜石真的是类似一个金瓜。金瓜的台语是什么？金龟嘛，金龟石啊，金瓜石。其实金瓜石的名称是这样。金瓜石到后来就变成一直往下挖往下挖的时候就发现原本的露在外面的是金，然后往里面挖的时候发现银，银在往下挖的时候，现在发现有大量的铜矿。后来就变成是以铜为主，然后金跟银为辅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最早的那个露在外面的那个金也挖到差不多了，然后剩下就银。然后呢，后来为什么会大量采铜矿？是因为说刚好碰到2次世界大战，铜是重要的战争物资，因为它可以做很多东西的武器啊什么，所以就变成大量去挖但是金银铜它的那个重量不一样，所以会透过什么水去筛选一层一层过滤筛选下去，所以下面的13层遗址的目的就是所谓的筛选场。它一层一层总共13层，然后那大量的沙土下去之后，然后慢慢沉淀，慢慢筛选，最后再筛选出来是铜这样。所以后来日本时代刚好碰到2次世界大战，铜变得很重要，所以呢金跟银就暂时就是不是很重要的物质，因为要去打仗用的东西所以变成炼铜。它在这边的炼铜就变得比较大众。这个新闻讲说开始有人在淘金，因为金瓜石那么高的山嘛，然后溪边这么长，所以一定长年累月有很多那种泥土啊什么冲刷有带一点金，沿路都会有只是现在有大量的雨水大家觉得说那边已经没有了，但是沿路上面很多沙泥应该还有金的成分在，所以大家就开始在那边淘金。金瓜石这一座山的坑道，本山坑。本山1坑，本山2坑，那听到这个就是金瓜石的坑道，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可爱？为什么它台阶不放左右，会放在中间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走的比较快的走的比较慢，上去下来。
有点像。好了，我不要卖关子了。其实这边还是有一些早期流传下来的那个宗教信仰，然后它这边也有妈祖，然后妈祖雅行，你知道，它雅行绕境的时候，它算到那个轿子的宽度刚刚好，然后就留这边。怕撞到人嘛，怕有人撞到它跌下来，所以一般的信众你就走旁边。真的碰到迎神的时候，这个是要给神教扛的啦，所以他就故意留这样。平常可以走，他只是说刚好碰到在庙会的时候，这边因为他山的庙会的时候会有那个阵头会出来。那为什么不做两边？只要一个。聪明哦，这样就好了，不用做两边的钱，一条就好了。你看多厉害！没有，他就是没有，因为你那个神教，你要算神教的宽度啦。顺便隔开那个闲杂人等。你要一般的信众要拜，你就站在旁边；要走就站旁边。然后这边就神教让他走，很可爱哈。他这边特别留这样子，好吧？这一边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后来日本人来了，他就把它变成是很重要的场域开采，当然也会有带他们很多的眷属家眷来这一边，所以日本人他也有需要一个宗教信仰，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盖的一个，我们就讲说神社。早期的神社在做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鸟居，那鸟居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人要进入到这个地方就是结界，有点像我们台湾说那个大庙的前面有一个牌坊。进了牌坊之后，就开始要注意一下，你别去拜拜，不要在那边嬉闹啊，还是什么，小朋友要看顾好，类似这样，都有这样的意义啊。那第二代的那个鸟居呢，它就比较更在意一点啊，它有一些走道跟转弯的爬坡，所以它的鸟居会建3个，这个是属于第二代的神社，所以它的鸟居呢会有3座。起步上来的这一个鸟居，它已经不见了。上面有2个鸟居，对不对？那一个还在，那还有一个是当初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在地上，后来被人家捡起来摆好在旁边。我们待会都可以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摩擦一条一条。所以待会我们在这个石头上面会看到一条一条的那个痕迹，那个就是以前在搬运那个建材的时候留下来的。不是流浪，要不没流浪啊，就是真的是拖手拖上去，用人工拖上去的。做第2次的那个复育，后来他们在这边整地的时候发现说，怎么有那么多的石块的遗构？你们看到那个其实就是水管，那个是水管曾经埋在土里面。后来他们找到那遗构，还有喷泉啊，还有小的一些石桌石椅，他们判定说这是当初日据时代留下来的一个休息区啊，游戏区。没有，因为都是已经荒废，而且都石头都已经散落两地，只知道这边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遗构，而且这个是被整地过。你看那个道路是后来才挖出来的道路，有没有？像那个日本的那种公园，你们去绕一圈啊，这样走一圈这样，然后里面有看到喷泉的遗迹啦，我们就绕一圈好了。出来刚好就是神社的入口，你看它这个水管旁边还有护石，有没有？各位，我们来这边来看一下，就大概它以前的遗构是这样。一个广场这样，对，关东旗座，就是这做这个，插旗用的，很可爱哦。他讲说，其实在日本当地也很少有看到说在神社的前面在插关东旗的这样。人性长。刚刚那个。山里有问说第一代跟第二代差别在哪里？第一代的鸟居它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个牌坊，它有那种燕尾。第二代就是他们做的一个比较简洁，就是给它木头规基啊呢，没有任何装饰，
所以他们才会去讲说，看到第一代的鸟居散落在下面，然后他重新弄了第二代的鸟居，这样，哎，就差别在这里。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舒服哦，那没有什么太阳，啊，阴阴的，又有风，非常的舒服。那大家来走这个金瓜石神社，也都走得很高兴，我也觉得很高兴。来到黄金博物馆，可以坐小火车了哦。